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静。那今天的影片，我想和大家来讨论一下中华胶。那我相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观众对这个词语都非常的熟悉啊，是特指那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裔，但是有大中华主义的，特别热爱中共国，一心向着他的母国的这样的海外华裔，口口声声呢是声称中共国是他的母国，是他的祖国，是他的根。不管中共政府与中共国人做下如何不堪的事情，他们都可以选择性的失明，继续的爱他这个最伟大、最正确的祖国。那这个人群呢，其实在新马泰是不属于少数的，还是蛮多这样的老中华胶的。那这种中华胶呢，大部分都是年纪偏大，从小受华文教育的，整天看华文的新闻媒体，被中共国给远程的用这个文化想象共同体给绑架了、洗脑了，而且还不自知的。他们这群人呢，是从来都没有在中共国上过一天学，也从来没有在中共国生活过一天。他们呢，看着中共国那些粉饰太平的宣传片、电视剧和新闻，哇，觉得哇，中共国真的是太厉害了。从那个30-40年特别贫穷落后的中国，变成了如今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养活了10几亿人，真的是太伟大了。他们都沉浸在这种中共所讲的中国故事里面，感动的不能自拔。他们是真正的特别感动啊，真正的为他们的祖国和他们的党感到骄傲啊。那说实话啊，我其实也特别的可以理解，因为我作为一个前中共国人，我曾经也是沉浸在这样的感人肺腑的中国故事当中不能自拔的。那这2天呢，我的频道是引来了大量的马来西亚的中华胶的攻击啊，可能是因为我这2天连续做了2期有关于马来西亚的影片，一个是讲马来西亚和中共国免签90天之后可能会面对的一些负面的影响，譬如说马来西亚人可能会面临失业和严重的恶性竞争等等一系列，还有各种的犯罪的事件啊。还有呢，最近刚刚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有一个中国游客母女在槟城吃了榴莲，然后呢不愿意付钱，还索要赔偿，是一度呢登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啊。那我也讨论了一下这个话题啊，那因此呢就引来了大量的中华胶的攻击啊。那我看了一下诸多的中华胶的留言呢，他们是义愤填膺啊，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指责我。他们的批判和留言呢，大多数是归为3大类啊。那一类就是一上来就说我，哎呀，你是什么肤色？你也是黄种人呐，你也是中共国人呐，你也是 Chinese 啊，你的祖国是哪里的？你来自于哪里？一上来就是祖国论、祖先论，直接就给你扣一个数典忘祖的帽子啊。然后第二种就是装瞎、选择性失明，说你这是在刻意抹黑你的祖国啊，他们哪里有做这种事情？哪怕是你把这些血淋淋的真实的证据、真凭实据砸在他眼前，有影片、有新闻作证，他们一样也可以装瞎，说你这是在故意抹黑，你这是无中生有，你这一定是假新闻。这是第2类。然后第3类是比烂，说树大有枯枝，任何的和中共政府以及中共国人相关的恶性事件和负面的新闻，他们都可以拉其他的国家比他更烂的、更不堪的人来比烂，说哎呀，其实中共国还是不错的，中共国人也不错，虽然说他做了这个无耻的事情，但是其他国家的人也有这种情况啊。中共国有10几亿人，我们不要因为那1-2个个案和偶发事件一竿子打死一船人，这个太不公平了。就是以上这3种说辞啊。那我看了之后呢，我觉得他们都是在狡辩，都是在故意的不面对现实。
那首先就是他所谓的祖国论、祖先论啊。那我最想说的是呢，其实最不忠、最不孝的，恰恰是你们这一群海外的中华侨，而不是我。所谓的忠，是忠于你自己的国，你的国是哪里？你的国是马来西亚，而不是中共国。在几百年前，你的祖宗冒着生命的危险下南洋的时候，他们是为了什么？他们是在逃命啊，是为了寻找一个更好的生活。几百年过后，当你们这些子孙长大了，居然反头过来要去崇拜、去认贼作父，把那个曾经你的祖先想要逃离的地方当做你的故土。况且了，如今的中共和你祖先所生活的、所出生的国家也是完全是两码事。中共也才70多年，你的祖先都是明末清初的时候那个年代的人，和如今的中共国有半毛钱关系吗？所以说，你把中共国当做你的祖国，你就是在认贼作父，你就是在数典忘祖，因为你从来没有一天去感恩过你所在的你自己的国家。马来西亚也好，新加坡也好，就是任何你手持护照的国家，你属于那个国家的公民，中共国和你没有半毛钱关系，我们只是在主义上相同而已，仅此而已。还有再来就是一上来，然后就问我说：“你是哪里人？你不是黄皮肤吗？你是哪里来的？你不是一个前中共国人吗？”那又怎么样？那我来问你啊，如果说你的孩子、你的父母杀了人、犯了错、做了不可原谅的事情，你会因为亲情、你会因为关系而包庇他吗？而觉得他杀人放火没有错吗？我相信你们中华侨一定会这样做，但是我作为一个文明人，有文明认知、有正常价值观的人，我不会这样做的。所以说我站出来去谴责他们，去批判他们。我这样做是让他们能对自己的无耻行为有一定的认知，而改过，而不是继续的这样子撒泼打滚，让更多的人去讨厌他们，到最后也会牵连所有的海外的华裔，甚至所有的亚裔都会因此而蒙羞。我不是在害他们，我是在救他们呐，我是希望他们改过自新，你们懂吗？反而是你们这一群中华侨们包庇的选择性失明的中华侨们，你们是在包庇与纵容他们，你们也是同犯。因此不要站在你所谓的道德的制高点和这个数典忘祖来指责我，你没有资格，因为你才是那个不忠又不孝的人。你首先你不孝你的祖先，第二你不效忠于你的国家，你是一个没有正常的文明价值观的一个中华侨。所以说啊，很多的中华侨，我觉得他们和中共国的小粉红是没有区别的，甚至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比中共国的小粉红是更加的可悲、更加的可恶、更加的无耻的。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因为中共国的粉区们，他们之所以会变成粉区，会变成没有思考能力、没有认知，是因为他们从小的生长环境，因为中共国有防火墙，他们没有任何的机会去接触外面的世界。当他们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的时候，他们的价值观、他们的思维方式就已经定型了。所以说就导致了他的思维模式就变成了一个无脑的粉区。反而是你们这一群从小生活在自由世界、从小生活在防火墙外的中华侨们，你们比那些粉区更要可悲。因为大千的世界、真实的世界、真实的信息就摆在你们眼前，可是你们就要眼睁睁的去装瞎、去视而不见，选择性的失明。你们是比中共国的广大的粉区更加的无耻、更加的愚蠢、更加的无可救药。然后再来就是那些比烂的，说什么树大有枯枝，
不要一竿子打死一船人这样的中华交的说辞啊，确实啊，每个国家都有坏人，都有不好的，都有素质低下的，但是中共国不一样啊，中共国如果说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的话，那中共国的情况是一锅老鼠屎坏了那几颗米呀，就是说大部分的中共国的人，他的素质都是非常低下的，都是非常的自私自利的，都是非常的无耻的，没有任何的礼仪廉耻的。那虽然说我是反对中共国的儒家文化孔孟思想的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，在这个儒家文化当中，它还是有一些可取的东西，譬如说这个礼仪廉耻的东西啊，就是说如今的中共国人啊，就是连最基本的礼仪廉耻都没有的，因为他们眼里只有利益，只有唯利是图，只要是能赚到钱的，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。礼仪廉耻、道德和底线，在他们的眼里是不值得一提的。换一句话说啊，其实中共国人和很多的动物是没有区别的，在某种层面上，他们连小猫小狗的品质都比不上，因为小猫小狗还有一定的灵性和忠诚度，还有一定的底线啊。但是中共国人是完全是没有底线的啊。其次就是还有很多的中华交特别厌恶和反感我叫中共国为中共国，说明明是中国，你为什么要叫中共国？你是故意的抹黑啊！其实你可以想一下啊，如今的中共国，它就是中共统治下的一个国家，所有的中共国人都是中共的奴隶而已，都是他的奴才，都是他的人矿和韭菜。所以说，何来的中国和中国人呢？当然只有中共国和中共国人呐，因为它是一个被中共邪教所控制的一个国家，所控制的人民啊，所以说中共国人就是中共国人，他不是中国人，他们不配被叫做中国和中国人，因为在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是有礼仪廉耻的，是有道德底线的。如今的中共国人有吗？什么都没有。所以说他们不配被叫做中国人和中国，他们会玷污了这个名字啊。所以说不要再跑来说，哎呀，你不要叫中共国，我爱叫什么那是我的自由。如果说你不赞同的话，你可以去开一个自己的频道，每天为中共国和中共国的人歌功颂德啊，那也是你的自由，你说对不对啊？那所以说啊，这些马来西亚这广大的中华侨们，他们真的是又蠢又笨又无知啊！他们是一群活在过去的人，活在他们的想象当中的人，他们对所谓的中共国和中共国人的劣根性是毫无所知的，因为你们是那一群漏网之鱼，因为你们的祖先早早的逃离了那一片盐碱地，才会有你如今的不知好歹又如此愚昧无知的想法啊！所以说你们都是过得太好了，没有遭受过中共的铁拳。我真的劝这广大的中华侨们，如果说你们真的是那么爱你的母国的话，那我劝你们不要落地生根，就落叶归根，就回去你所谓的母国，去那边生活，好好享受你最遥遥领先的生活，不要赖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浪费这里的社会资源，好吧 ？OK， 好了，以上是今天的内容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